拉线笔它的有长有短，它呢作用来一个填色可以用，然后定框可以用，画细节也可以用。就是说这个拉线笔可以说，你包括你们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我最新发的一个，就是我把这个操作过程，我说实话，我发那个作品如果没有基础的话，让他看他也看不明白，我就是给咱们学员提前先打一个样，到时候让大家回去先捋这一个图案啊，就这个图从头到尾我就用一支笔画完的，就一支拉线笔画完的。有的时候笔你手法好用，你能操作好的情况下，什么笔都没有问题，好不好？可以了啊，好来。拉线笔，也就是说我们画这个彩绘，这些笔就够了，你也不用去准备太多，买这买那，就这些笔就足够。画水彩的时候再另说啊，画水彩再另说。好了，这是我们在控笔的时候，控笔去怎么把这个甲面给它刷干净。然后另外咱们去讲涂色，涂色技巧，咱理论快速过完之后就实操啊。涂色技巧，涂色我们首先要涂色了，在这里面用的是什么胶？用的是什么胶？知道了吗？没记错啊，大家用的就是彩绘胶，用的就是彩绘胶。为什么要用彩绘胶？大家来看，因为这些图案相对来说它是饱和度比较高的，除非说我们去给一些图案画一些透明的感觉，画腮红，对不对？或者说我实在没有某一种颜色的时候，你可以用甲油胶去填，但是甲油胶质地比较稀，我们知道涂一层颜色可能比较半透状，所以有的时候需要2到3层颜色的叠加，它才能出现一些比较饱和的那种效果，对不对？但是用彩绘胶一层就可以，一层就可以，好不好？彩绘胶是色胶吗？彩绘胶是色胶，它有一套啊，它有很多种颜色。基本上彩绘胶的话就是黑白红黄蓝匹配，然后其他的话每一个厂家给的胶颜色是不一样的。彩绘胶啊，它也是属于照灯系列的，但是它的质地要粘稠，饱和度要高。既然同学问到了，就说一下彩绘胶的一个特质：饱和度，上色颜色要更饱和一点，然后可以取胶量要少，取胶量少。取胶量少了，你看，同样我要把一个，比如说在这画一个圆，我用甲油胶去填，我薄薄的一层可能会透，对吧？边缘会发虚，所以你可能会涂的比较厚，然后从侧面看这个位置就会凸起。但是用彩绘胶的话，你只需要薄薄的一层，它的上色度、饱和度是极高的，上色要好。如果说你们没有学过那个上期没有去跟什么调色课程的话，今天的课程对大家确实有难度。你不可能说咱买个彩绘胶，我用12个颜色，我就能做出所有这么多颜色的一个效果是因为你会调色，但如果说你不会调色，你买彩绘胶还得买好几套吗？彩绘胶又贵，是不是？所以说大家今天没有任何那个色彩基础的，去看之前的第14期课程，有一个颜色搭配啊，有一个颜色和调色方法。好了，这是我们彩绘胶的区别，就是它的一个特质。所以说用到的胶呢，多数以彩绘胶为主，然后会适量的搭配我们的甲油胶。甲油胶只是一个辅助胶啊，它只作为辅助的作用。还有一些我们经常画卡通、经常画人物，你像这些胶颜色都属于比较实的，就是比较深一点的，需要我们自行去调。但是还有一些胶呢，是专门为卡通去定制的，颜色会偏向于马卡龙系列啊。所以用彩绘胶，大家要记住，这里有一个注意点，如果不想让大家涂的甲面过分的厚，一个是厚怎么办？另外缩胶怎么办？缩胶就是变成皱皱的那么一团，为啥呀？就是因为涂的太厚了，太厚，然后照灯的时间会短一点，照灯时间有短啊，所以会缩胶。所以说大家在画彩绘的时候，用少量的胶填色，即可，好不好？甲油胶要很多层，对，很厚的一层，是的。所以说推荐大家用的是彩绘胶，甲油胶只是用来辅助操作。如果不会调色，我没有这个颜色你可以调。如果不会调是自己的原因，不在于你说没有这个胶我就做不了，好不好？来，这是我们在涂色里面第一个需要让大家去了解这个彩绘胶。因为在彩绘胶为什么你比如说啊，我们需要画到整甲的时候，你比如画这个叫什么章鱼哥，对吧？章鱼哥，我们不可能先把它画好再去涂底色，因为白色占面积太大。所以说像这种我们需要用这个彩绘胶能盖住底色的
一种胶去画，如果用甲油胶，它可能会透出那么一点点白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说彩绘胶上色要好，颜色要实一点啊。我讲课一般会白话一些，你们有问题随时去问我，哪个字儿写不明白，你们也马上告诉我，好不好？好了啊，行了，包括这个人物的描边，所有这些卡通系列人物都是有描边的，黑色的小描边，看到没有？这些描边也都是咱们用的这个彩绘胶，用的是彩绘胶啊。好了，来，这是我们这个胶的使用。然后马上就要进入一个实操部分了，大家还没有记好的抓紧去记，好不好？然后来看，我需要给大家一边做一边说几个小注意点，就是涂色里面啊，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颜色配色是需要叠加的。什么叫做叠加？比如说看到这个图，你按照你们去做的话，按照你现在的一个水平，你觉得是先涂白色还是先涂红色？同样都是要用彩绘胶。其实底色可以用甲油胶啊，底色可以用甲油胶直接刷，但是你会先去刷红色，你还是会先刷白色后加红色？同学们一边做一边提问，咱随机提问一下，大家回答我，先刷红还是先刷白？你们的一个那个想法。红色，都是红色。你看啊，咱们这些同学来，大多数可以说是100%的同学认为都是去用红色。哎，这个时候突然冒出几位小同学说了一个白色，咱不是说这个皮肤是白啊，就说这个例子，这是一个偏红棕色一点点的一个肤色，红色有白色。好啦，这里就要说到咱们的第一个小技巧了，同学们，我但凡画星号的，你们就一定要记下来啊，一定要认真去听，以及认真去听，应该要白才对。是的，应该是先去涂白色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要涂白色？因为你看，如果说我们底色用了红，因为这个红属于一个暗红色，对不对？它的颜色是属于一个暗红色。如果这个时候你去往上叠加一个白，在一定的情况下，你有可能盖不住底色。能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就是有可能你涂的后来这个颜色属于一个浅色系，它可能盖不住底下那么深的颜色。但如果说换句话，你比如说像哪个呢？像这些吧，这个美少女系列底色属于一些浅色系，对不对？豆沙色呀，不是淡淡的颜色，你这个时候去画它能盖住。但如果说大家看到一个图案，尤其是人物这个肤色占面积比较大的情况下，底色又比较深，大家切记啊，切记，第一个。一定要先去涂出它的肤色来，像这个指甲我是整甲先刷的，全部刷的肤色，刷好之后后来又添加的红色，能懂是不是？对了，所以这么一说大家就懂啊，以后你们看到一个图案就不用告诉我啊，没有我的教程你们不会做，就自己就会去判断，看到任何一个款式自己先在大脑里面过一遍，它应该怎么做，顺序是怎样的，然后咱们再来往下走啊。好，第一个注意点，也就是说注意，大家写下来，跟着我写，注意颜色的深浅对比，注意颜色深浅对比，还有层次叠加，还有什么呢？还有一个就是面积的大小，这个面积指的是浅色和深色，它们哪个占的面积大？大家都能懂我的意思吗？能懂的你们跟我说一声，就打个点儿都行，告诉我。就不懂的就直接说不懂，懂的你们随便打个什么，我就往下走了，好吧？辛苦一下啊，就横屏打个字，应该这个表打开这个书哈，随便戳个啥都行。来，也就是说在这里面我们这个牵扯到就是哪个颜色应该先涂哪个色，先涂啥，再后涂啥。对不对？这是你们首先第一步，就是要在指甲上画的时候，第一步要想的就是先涂啥，后涂啥。好吧，不太懂，大多数都懂了啊，都懂了，不太懂，哎呀，不太懂，你之前有没有有过基础？就如果有一点点基础的话，应该还好。如果不懂的话，大多数懂了，有少数同学不懂。等我看完课，你单独再去找我，告诉你好不好？给你细细讲一下啊。好了，第一个就是先涂色和后涂色的一个区别。另外，这里面要注意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比如说先涂色吧，先涂什么颜色啊？注意颜色人物。或者说某一个你要画的卡通图案深浅色，这个不用写到这儿啊，这就是一个后来的补充，好不好？后来的补充，来，这是我们第一个啊，第一个要注意颜色的对比，应该先涂哪儿，再涂哪儿。另外第二个，我们在画到任何一个图案，比如说我其实给大家打印了几张图啊，我就是找了一些比较简单的。
大家看到这个草莓熊了吧？草莓熊，这个草莓熊，大家现在我来问啊，这个 ZZD 同学，你在给它做的时候，你就做到这么一个方形的甲片上，你会先去涂色，你还是先去点这个白色的色块，点这个白色的圆，你会先做哪个？这么一说，接着就懂了，对吧？先点白色，你为什么要先点白色？你点完白色，你再用红色慢慢的把这个颜色边缘勾出来吗？那你觉得直接整甲去涂上一个红色，就是玫红色，涂完玫红色，拿点珠笔往中间这么一圈，这样做完不会快吗？就是这个意思。好吧，就这个意思，就是看一个图片，哎，它底色占的面积这么大，然后它的细节性周凸占的相对来说少一点，所以我要先把底色涂上去，然后再去单独叠加某一个色块，好吧，这样能懂了是不是？好了，来第二个要点，也就是说我们在除了注意它颜色的层次区别以外，先画哪层再画哪层，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画卡通图案的时候，一般来说会先涂色块，先涂色块形状。再加细节，但是每个美甲师的习惯是不一样的啊，有可能有的美甲师或者说这个爱花习惯于我先把眼睛画好，我再把周围一点点去加。但是多数的话，尤其是咱们没有基础，这样画会稳妥一点。就是咱先把这个大色块铺上去，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甲面涂好这个玫红色底色，然后好，我这个时候在中间我点上一个这个奶白色一个大圆椭圆，再点上两个小椭圆，点好之后照灯，照完灯我再来去把这些上面的细节加上去，先去定好位置再加细节，而不是说先单独画好眉毛或者先画完嘴巴我再去做其他，好吧？就这个意思。也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说是先涂色块形状，再去往上加细节，最后描边。这个前期不会的情况下跟着我学，回去你们练会了，自己想怎么做怎么做，好不好？想怎么做怎么做啊！好了，这是在这儿，这是给大家在做简单入门，在铺色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了解的一个东西，必须要了解的。另外，来，我们选好这两个，我知道啊，我操作顺序应该怎么样了，剩下的是不是我们就需要去取胶实操去做了？所以说第三个就是在颜色的选择上。颜色的选择，也就是说我这个图，尤其是就是我拿到任何一个卡通图案，我可能说，哎，它这个肤色到底是什么颜色？我应该用个白，我还是用一个橘色？对吧？大家是看不出来的，但是多数的话，我们看到图片去参考操作是一张图，大家可以无限的放大到你不要受其他颜色的影响，你只看当前这个区域它是一个偏什么色系就可以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在做颜色选择的时候，一定尽量的去放大看，放大去选色。放大去选色，就是你拿着一张图片，举个例子啊，我就给大家看看我画那个小人，给你们看看这个图片。大家看一下，同学们看这个图片，就是我们当拿上一张图，我想去画，但是我感觉我好像选不对颜色，好像他的皮肤是偏红色的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时候不要受周围环境色的影响，我们把一个图案放大去看，你就单独看这儿，哦，它接近于你哪个颜色，你就去调。这个颜色感觉有点偏红，那么你一定是在白色里面加了红，但是它的感觉呢，它是肤色的调色方法，我之前还给大家留过作业，有调过，对不对？无非就是白色加红加黄往里去加，所以说这里面呢偏红调，那红色量就要多一点，哪怕当时刷上去感觉很别扭也没关系，当把你周围的环境色添加上去之后，它看起来就会舒畅很多啊。这个是从某个小地瓜上面去找的一个图片，这种风格呢它叫做旧漫画风格，像这种风格图片是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临摹的啊。尽量如果人家不愿意让你临摹，咱就别做了。就有一些你问过人家同意，好了，我们再来去临摹啊。这是一些旧漫画风格的一个图片，所以说我们在选色的时候放大去看，去选颜色啊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我们一定要学会调色。来举个例子，我拿白色甲油胶，几个甲油胶举例。来看啊，现在是彩绘胶，你看这是一滴白色彩绘胶，
对吧？然后我如果说想要调一个肤色，大家都知道应该是加什么颜色？应该是加什么颜色？不是红就是黄，对不对？基本上就是这俩色。来，如果我想让它的肤色偏红一点点，我们首先，黄色，因为亚洲人或者说皮肤都会有一丢丢的黄调，先放到旁边，不要直接堆到一块儿。我先取一点加进来，慢慢搅拌。你看它开始有一点奶油黄的那种感觉，是不是有点奶油黄的感觉？但这不是肤色呀，所以说肤色我们还需要来点红进去。红色不要直接加，一点一点来，一点不够2点，2点不够3点，搅拌，看它的这个肤色就出来了啊！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，这个肤色就出来了。想让它偏红调一点点，那么我们就会多加一点点红调进去，那么它的皮肤就会偏红一点点。然后如果说感觉偏橙色，那你也别红黄了，加红加黄也行，也可以直接加橙色，对吧？这个肤色就出来了。对，就这个意思啊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说我们在调色里面是一定要多去了解这个知识。就之前大家觉得我的课程太繁琐，但是那些都是咱们想要做好的一个标准，调色是一定要做到的，啊。好了，来，我们再来去看。再注意第3个，就是在选择颜色的时候，一定要特别注意颜色的冷暖调。因为我画了这么多，然后基本上来说，如果你的颜色没选对，本来一个很温柔的画风，可能就变得比较冷酷。所以说，大家看到任何一张图片，先去观察一下，就是这不是这种卡通系列的啊，就写实人物了，就是要注意它肤色是到底偏冷还是偏暖。如果偏冷一点，就少加黄色，可以适当的加一点点蓝。举个例子，就写肤色吧，冷肤色。偏红蓝一点点，这是冷调的皮肤，就是冷白皮和暖白皮的那个区别。暖色调呢，一般就是偏黄橙色一点点，因为我们可能之后用到这个肤色用的是最多的，所以我就额外给大家写了一下，好吧？这是我们刚开始这些简单的小理论知识，大家把这些稍微捋顺一遍，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没有问题的话，咱们就可以拿出指甲跟着我，咱们一起实操一下啊！就是前期我们在点色块的时候，除了用到拉线笔，我们也可以用到点珠笔作为一个辅助，但是我一般来说比较觉得一支拉线笔，我又能画圆又能画方的时候，我也就不借助它了，除非我想要一个非常标准的圆，我会直接蘸胶点珠笔啊，然后蘸好胶垂直向下弄，因为它是一个球嘛，出来就是一个圆的，所以这个就是分情况去定，好吧？来，咱们接下来去尝试着实操一下，找出大家的甲片，我们接下来会在甲片上去尝试铺色练习。这个大家好好练，不要应付啊！待会儿做完之后，大家有作业的，你们得交个作业，好不好？第一个圆，有大圆，有小圆，还有一个是方形，你可以自己任意画方、正方形、长方形。第3个是爱心图案，然后还有一些多形状的，待会儿我们自由发挥去创作。好了，我们接下来先去做这些色块的操作练习。拿出大家的甲片，准备夹托放上去。像这种呢，它底下是半透的，比较厚。贴甲片可能会比较贴甲片可能会比较打板的放到这儿很结实，但是在这上面可能不太好用。大家可以这么斜着放啊，可以斜着去放置。然后刚刚到目前来说有没有问题，同学们有没有问题？我先问一句，别我来讲半天，大家可能在听不明白呀，或者什么？没有问题吧？都有没有问题？有哪个问题？告诉我哪个不懂？好了，这个放这儿。最后形状是多形状，就是随便什么形状，几形啊，那个很奇怪的形状，方的、圆的、多角形、多边形，什么都行。但是我们会练啊，一个个做，先不要看这个颜色叠加，那你还没有懂。颜色叠加是哪个颜色叠加？就是小一吗？小圈圈的一吗？
大家都打一下啊，我看看人数是占比多还是少。如果只有一两位同学的话，我就等课程之后单独去讲。如果人多的话，咱们就那啥。注意颜色深浅的对比，层次叠加，面积的大小，是先涂还是后涂？这不就说这儿吗？那不还是那就说这个草莓熊，或者说这个小羊。还有这个，对吧？不，这个熊吧。那你来看这个熊，你会先去涂这个绿色，你还是会先涂黄色？先涂绿色还是先涂黄色？对呀，这就是层次呀，你就会先以黄色为主嘛，对不对？就会先以黄色为主。是的，先涂黄色，因为它面积单的大，所以说我们先把大面积的刷上去，最后我用少量的绿色胶把边缘给它勾括出来就好了，能明白吗？但是这个说实话没有对错，你可以先涂黄，你也可以先涂绿。如果先画紫色的背景，哪里有紫色的背景？不用担心，先涂大面积，因为这个面积多大，而且彩绘胶相对来说它的遮盖力是比较强的。一会儿咱们实操你做一次就知道了，它的遮盖力是比较强的。然后如果说是你用甲油胶，可能遮盖力就没有那么强，因为它这个粉色占的面积特别大，所以说白色只有这么一点点能盖住就行。但如果你大面积的都是白色，你去盖难免会出现一些漏洞，就会盖不住，好不好？就会盖不住。这个叫做草莓熊啊，这个叫做草莓熊。对，这个可以整甲涂这个黄，涂完黄之后，再用绿色把这个边缘给它勾出来就可以。或者用点珠笔，你看它形状很不规则的点珠笔点上2个点就完成了，就完成了。咱们实操一下，待会儿我会挨个做，都会实操。咱先去跟着去做一做，因为只看理论什么都不懂，没有做过的话都不明白。咱一边做一边出问题，咱就懂了，好不好？就懂了。浅色带不了深色，但是这里面牵扯到一个面积的大小，有没有注意到面积的大小？在这里面的时候，就拿这个人物来说，如果你一眼看上去白色作为最主要的，那你肯定是先用白色打底。但如果说他的脸只有这么一半的情况下，你还会整甲去涂白再涂红吗？那不费事儿吗？是不是？所以说这里面一个是看颜色深浅，另外你要注意面积的大小。另外，如果用彩绘胶的话，相对来说主要以面积大小为主，好吧？来实操一下。两边呢，咱们就涂一个什么色？涂一个这个白色，好不好？涂一个白色甲油胶打底，或者说你们随便就白色吧，再统一一下涂个白。甲油胶上色一层都可能会有点什么问题，所以说尽量我就一层涂的厚一点，把它涂匀涂厚，我就不叠加2层了。咱们节省出时间多去画画啊，多画画。涂好之后甲面有刷痕，稍微等待一下，想让它自然流平，稍等。其实这个说实话，画画没有，就包括你们看到的很多老师画任何一个图案，他有可能是先以这个像什么，我先从眼睛开始往周围扩散着去画，或者说我定好位置先画眼睛，也有定好位置先去涂色最后去画眼睛，就是每个人习惯不一样，它没有对错的，但是你们我需要让你们去注意好，在一个图案里面应该去注意到哪几点，好不好？注意到哪几点啊？来。你想咱就直接画这个小熊猫，好不好？大家准备一个方形啊，画这个小熊猫。你看白色大面积，咱就用它来打底，然后周围这个位置用的是一个绿色，对不对？用的是绿色，还有黑色的耳朵，所以说我们就在这上面去画啊。因为这个先不用，也会考虑到明天的课程一部分，大家随便做。然后不要用那种椭圆形或者特长的甲型，选择稍微那个方一点的，好不好？选择稍微方一点点的。但你像这个，你总不能先去点上黑色，再去挨个去描边去画白色吧，那不费事儿吗？是不是？好了，这个之后我们拿出咱们的拉线笔，拿一支咱这支短拉线。洗笔、润笔这些操作我就不再多说了啊，这个就不在今天什么着重讲的内容之内。然后咱们得用润笔凝胶或者底胶把咱们的笔润透，笔一定要柔软。画画的时候笔不柔软，相当于你这个自己就得多浪费1倍的时间。笔要柔软，你看像这种发硬的肯定是不行的。洗笔水。拿出大家拉线笔来润笔啊！快，等待一下。我之前讲课我感觉都比较快，可能很多人跟不上，需要你们去看回放。以后呢，我直播课就是尽量这个
照灯了，发硬了怎么？那也是啊，不要浪费时间。换一支，换长拉线笔。来，润笔，前缘润笔，底胶，我用的是底胶。润好笔之后，来大家可以简单的，比如说像这个，我们可以去画出它的一个绿色的边边，然后再去叠加黑色。你也可以单独去把黑色画出来，中间填充绿色都可以。能看出这有绿有黑吧？有绿的有黑的。比如说，它耳朵一个是在这儿。哎，那我们可以先去把整合后缘涂绿色，再去涂黑色，也可以直接涂上黑的，然后中间填充绿色，顺序的这个小面积顺序无所谓，就看你觉得怎么方便怎么来，好吧？你像中间这个位置，我们要点黑色的情况下，哎，我去随便点，做丑了也没关系。今天甚至大家可以拿一支点珠笔去就能把这个小熊猫画出来。来看啊，最后再用拉线笔去调节，然后在这儿，你看我就上里面蘸了一下，到这儿来。以防万一胶不匀，我会稍微搅拌一下，然后拿这个点珠笔直接竖着戳，就点上一点，然后在甲面它的整个眼睛可能在甲面的1/2位置差不多，注意它有一点点稍起八字的感觉啊，熊猫眼睛都会有一点点小八字的感觉，所以说我们可以，哎，我斜着先这样定一个大概的位置。什么开心？先定一个大概的位置，然后这个时候大家去填黑色，用黑色甲油胶也行，用稀一点的、稠一点的胶都是没有问题的。甚至像这个图案，咱们用甲油胶，哎，甲油胶，黑色甲油胶，帮我拿一下，在我屋里，彩绘胶来看啊，彩绘胶，黑色甲油胶。你看拿点珠笔，我现在用的是彩绘胶啊，我是想给你们演示一些图案，它用甲油胶也能做，用彩绘胶也能做，反正就是你们只要能做好做好看，那啥什么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啊，都行。然后它形状呢不用特别规则，因为像这种偏向于手那个。手绘一点点，点上这个耳朵就有了，是不是？大家试一下。然后这种最简单的图案，今天就快速过一下啊，快速过一下。因为很多图案还是简单的比较多，你比如画个小草莓，是不是直接拿光疗拿这个点珠笔去蘸那个红色甲油胶、彩绘胶，然后画上去就行。想要不要那么实的，想要偏通透，就是就那种虚虚的小草莓，就可以用甲油胶去画，都可以啊，都可以，不一定就定死了。我老师说必须用彩绘胶，你用甲油胶你就是个错的，不是的，好不好？你看随便涂上2个色块，随便2个色块，就有点小八字的感觉，然后它的大小也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我们也可以把这2个大小做一个轻微的改变，然后你只要画画没有画到一模一样的，包括临摹它也会有一些缺点，或者说不一样的地方，所以说咱们尽自己所能，尽量能画成什么样就画什么样就好了，好吧？来，这个画好之后，鼻子给它叠上去，先点个点儿，先点一个点儿，然后耳朵叠上去就一丢丢。先不要点太大，你先小面积定上一个颜色，哎，这样它也算是一个小熊猫啊。然后这个时候取拉线笔，都点好了吗？都点好了吗？眼睛可以说是不太用动，就这样就行。主要接下来说的是一个鼻子，大家去看我们在画的时候，哎，它是属于一个偏三角类的图案，那么我们就会点好之后画上一个偏三角形，给它往周围去扩一扩。用拉线笔一点一点的画，不要来回画啊，就跟描一样，描，慢慢描。小鼻子画好之后，嘴巴这就跟小朋友画的那个画儿似的，所以说大家随便，基本上描上去，它就错不了，是吧？有点虚了啊，有点虚了。然后注意眼线条，觉得太轻的可以加重。然后还有一个问题，之前有个买彩绘笔买回去，老师我买的你这支笔对焦啊，咱不说产品的问题啊，但是大家记住，用甲油胶，用拉线笔配合甲油胶画的时候，基本上所有的这个笔都会有出现胶珠的现象。
都会出现胶珠，不是说笔不好用，而是这个甲油胶是比较稀的，它不像彩绘胶，我们可以直接这个一笔就画上颜色。甲油胶呢需要大家快画，需要快画，它肯定是有胶珠的啊。好啦，这个画好之后，咱们把耳朵以及它这个形状，它的形状给它做出来，包括边缘它一个小轮廓，是不是给它扩过去？那么它的耳朵咱就给它定好位置了，侧过来去描起来。好，这边画好，然后这边也是一样，看看它的位置在哪儿，左右可能稍微有一点点不对称，我们给它画过去。因为它挡住了嘛，所以漏多少咱就画多少。这个时候再用绿色去做一个填充，基本上这个图就完成了。照灯，不要忘了还有它脸的下面，脸偏椭圆一点点啊。一定得练啊！不要觉得说你这图案我会，我就不用画了。那等一旦明天你正好用到今天的一些知识点，咱没学会怎么办？就是空杯心态，好好学。我尽量去给大家讲全一点。熊猫嘛，黑白色最好画。好了，照灯，把这个去照灯。照完灯之后，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去选用这个绿色去操作了。绿色因为彩绘胶里面的绿是一个松花绿，松花绿它不是那种很鲜艳的绿。如果这个绿跟它你看是有点不太一样的，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去进行调焦操作，需要去调焦啊。拿这个松花绿，因为只有一点点，咱就一点点就够，大家别说去搞那一堆，就是浪费，一点点就够。然后去用跟咱们的这个黄色，我沾点黄在这里面去调，它就会变得一些偏嫩绿、草绿一点点。擦笔，一支拉线笔，拿这支笔，在调好的颜色里面，我们去把它的纹路勾出来，就是沿着这个地方，因为像这些图案是没有定线条的，所以说直接画过去铺色就可以了。这里铺色我用的是拉线笔啊，直接顺着去描就好，千万注意落笔的地方，你看我会留着一道小空孔，是为了待会儿方便去把那个空隙给它做干净。如果直接这么戳，有可能会把边缘的颜色会，哎呀，你看到没有？就是有可能随便一戳的。随便一戳的这儿就会冒出去啊，就会冒出去，所以大家格外注意。一旦大家在画的时候图案冒出去了，那么咱们就可以用一支干净的这个笔，用干净的彩绘笔去蘸清洁水，干掉再擦，不要蘸底胶，不要用底胶擦啊。胶少了，你看不够用。这支笔太长，大家不要选择长拉线笔，选择短拉线笔。这支笔太长了，它有时候画细节容易拐弯，一拐弯就会容易折一下。好了，边边角角的地方，我这时候再竖着去画，这两边基本上就给它连起来了。连起来，然后我们可以叠加2层，也可以用1层，都是可以的。然后我们也可以自由发挥，然后这里面加一个小叶子。啊，这个不用加了啊，大家就不用加了，好吧？这个颜色还是有点偏浅。彩绘胶呢，就是用彩绘胶，它一般来说有的彩绘胶不像我这个胶这么的粘稠，它是偏就是稠一点，它是偏稀状的，稀一点点的那种状态。所以说啊，就是大家用那种填色是特别好去做的。但像这个的话，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爆涂啊，有点发硬呀，或者怎么样，没关系啊，我给它画2片小竹子，就当它的小刘海。然后你们也可以自由去发挥一些啊，也可以不用画，就填好就行，基本上就可以了。来，先照灯，照灯60秒钟，照灯60秒钟。这个时候取白色的彩绘胶，我们给它把眼珠点上去，这个图就完成了。就是有时候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，千万也别就是想的太麻烦。
珠笔呢，它有很多支，一套点珠笔有很多支，它有大头有小头，颜色需要涂面积大的就用大头，画眼睛小细节的就用小头，还有一些更细细小小的都是可以的。然后把这个注意它眼白的位置。点上去，这边叠上去，高了，点高了再往下。好了，点好。这个小熊完成，看虽然有点丑啊，先让大家熟悉一下这个流程是怎么样的，好吧？然后大家再去在意它的一个形状呀等等的问题，我就先快速给大家先走这么一遍，然后我们待会儿会细节去把这个草莓熊在指甲上画出来。然后呢，现在大家可以在指甲上去画这么几个图案，用咱们的这个点珠笔或者在你们调色纸上也可以画几个图案。什么图案呢？第一个，我们去画一个，在这写的圆形。圆形，你从一个小点轻轻的点一个小点，到你想画一个大点，你除了换笔以外，能不能用一支笔去给它做出来？大一点的点，再大一点。有时候用力太大胶会没，所以需要轻轻的去刷。但是一般来说，一套这个点珠笔不要扔掉。画大一点，再画大一点，你就可以直接换一支大蜡线笔点一下就行，节省一下时间。这个呢，就看大家的一个操作啊。甚至说我先点上这个，我要一个很圆，但是画不出来怎么办？那我会先铺个大概的颜色，然后用拉线笔把细节咱给它补充上去。因为点珠笔头比较大，有的时候咱看不见。好了，这不就把圆给多出来了，是不是？就这么来啊，还是得空笔，还是得空笔，空笔空不好就比较麻烦。我基础这个手法没练好，上来画才会。有好多同学天赋异禀，这个服。好了啊，行了，就是这个。然后另外再尝试着去画一些三角形，取好的彩绘胶在你调的纸上，你试试能不能画一个三角形连接处，把图案的开始和结尾两端连起来，中间进行填色的处理。中间给它进行填色处理，在填色的时候，这个三角的边边是不能突出去的，你就在这个三角形的里面去进行填色。大家试一下啊，这其实有点类似于画棋盘格似的，三角形的棋盘格。好了，试试能不能画出来。然后另外再就一些小爱心。有很便，你比如说用这个就直接就画了，为啥不用？因为那个怎么去找点咱们控笔的方式？再有就是你比如说我画一些这种图案，随便勾一些什么图案，你们也勾一下，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，喜欢圆的勾圆，喜欢方勾方，然后做出有流畅性和尖尖角角的这种，能不能把里面填色？就是需要练习大家填色技巧。哎，我沿着这个边把里面一点一点的填上，应该会比较简单，是不是？要填色还不能超出我们定的线框，还得做的干净流畅，还得调整细节。就是比如说画线你定不好的地方，你可能在填色的时候会给它调整一下。我在做啊，你们跟着做就行。我现在应该大胆猜测，大家都在低着头去涂颜色，在调色盘上。还有同学可能随便刷两笔，肯定有。就是随便刷两笔走走这个意思，就是自己画一点难度。比如说你画个五角星，对吧？你填一个五角星的颜色，这个比较有用啊。而且我们得练习把整个就是要操作的面给它做匀，边缘线做干净流畅。
有空隙填补，不能有缝。哎，有尖尖角角不够干净，我们去给它做一下调节。哎，去做一些随便的这个把气色出来，手不稳，就是同学们，如果你们感觉在画的时候，感觉这个手指这个笔不听使唤，你们记住，把你们的小拇指越用力，你的手是越稳的。就你的小拇指越用力，手是越稳的，好不好？你看，就这么一点点彩绘胶，咱可以画多种颜色。你画个小爱心，勾个线条。这不都是咱常用的吗？甚至画小爱心，因为你到时候你在这做顾客，画个线，这样画比用什么点珠笔都要快。你还会去拿点珠笔吗？就是还得洗还得擦，倒不如我直接画两笔画完填色就得了。没胶了啊，我是胶没了。正常有胶的话，点一点点小胶珠，把那个胶给它匀开就好，应该会比较简单啊。我这鼻子咋突然就不透气了？是谁在撒气？刚刚是你看谁在撒气？老师在那边给大家开直播，咱在这上课，不画别针的啊，随便画一个小爱心。对，就是主要让大家练。今天的课没有别的，就是你们得把基础的这种控笔、线条、图案等等都练好，这些都是常用的，好吧？试一下，多画几个形状，圆形、方形，这个各种各样的形状就可劲的画就好，好不好？快画一下，等一等大家。如果都画完的同学扣一个小一，画一个那个啥，扣一个小一，都画完的扣一个小一，没有问题扣小一。如果还需要等等的，咱等一下，好不好？都在画吗？没有都在画。哎，这些图案太多了啊，各种各样的图案都有。其实这种呢，多数在头发里面，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需要去做出一片头发来的时候，有可能会用到这种去填，把中间填色再搭线条。有的时候还需要去做一些这种人物，尤其是眼睛，眼睛多数是圆的，圆的里面可能会画一个半圆的这种黑眼球。黑眼球里面我们可能又要再去增加它眼睛的高光部分。对吧？还可能再加，这是圆形的必备课。你那时候不可能再小的点，你拿个点数笔点也会大，所以这时候就需要用到咱们的这个控笔了啊。另外还有一些眼睛，比如说我们画一些眼睛画上去，这是后画啊，但是前期得练。你看这线条的控制，里面小细节，里面可能那个眼睛反射出来的光嘛，它有可能是这种形状的。加上一个圆，眼睛的高光，也有可能是两个三角出现，所以这些都得学啊，都得学，好不好？老师能把刚画的放在镜头里，刚画的就这个都在这儿呀。刚刚咱们就是在这画图案、画形状嘛，好不好？还有刚刚这张纸，我待会儿，哎呀，你们截一个图。把这个截个图，这些已经很简单了啊！这是昨天我在这想着怎么能给大家讲清楚，扒了一些素材，从某个那个度娘上也有的是，但是这个我就随便抽了几张拿下来的，大家来看啊，这个人原作者我也没有抹掉啊，就在这儿，好吧？有回放的有回放。有回放，每个人画的熊猫形态不一样，很正常。你们先尽量去画，画不漂亮没事儿，没关系，好不好？先练习这些图案，还怎么填色，手法上先找找感觉，不然我上来我就教你们画点这，完了都学不会了，好不好？这边还有阴影，还有面部的阴影。好了啊，好了，这是这个熊猫，其他的这些图片放在这儿，大家截图自己去参照着画，都很简单。最基本的就是咱小朋友，大家都是小朋友啊，我们小朋友要大2班同学要画的图案就在这儿了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再拿过这个草莓熊，咱就现在完整的去画一下，想一想这个顺序，刚刚同学都说过，先去涂色，对不对？拿一个甲片涂色。然后今天会让大家交作业，教什么？就教你们各种形状的练习。不管你是涂在哪儿，会擦掉还是不擦，擦掉之前拍个照，看一下这个控笔。然后有一些细节可能大家自己没在意的时候，我正好发现了，咱们就进步一下。那如果说你就自己觉得不好，但是我一看挺好，那你就可以大胆放心的去画，好吧？草莓熊在这儿，来，草莓熊刚刚没有画啊，现在画。来，这个还行。
一定这个画图案的时候，你的这个甲片一定要粘牢，粘不牢就有一点点的麻烦。你们先画好，待会儿我会统一说一个问题啊，先画。晃一下，如果没有问题，来我们来画一个草莓熊。那个小静帮我找一下这个甲油胶的底色，小静，帮我去拿一瓶。对，玫红色，就是偏梅调的一个那个玫红梅紫色，就这个啊，大家也去准备一下这个胶，好吧？就是偏粉调、粉紫调的那种梅粉色的那种感觉。至少今天咱们课程跟完以后再遇到很简单啊，点猪皮、三皮、两皮画完的你们都能画出来。然后明天咱们再学习一下人物这个比例，还有甲面构图的问题，都得学一下。学完之后可以说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实操迪士尼卡通的指甲。哎呦，这么多！这个吧，就这个吧，来甲面涂上底色啊，这个大面积的色就等下涂底色，有可能甲油胶稀需要涂2层，根据你们胶的情况去涂，稍微有点暗这个颜色，没事，这可以，谢谢。涂好照灯，我要再涂一层啊，我会把底色填满，会再叠加一层小草莓熊。照灯30秒钟，然后来再涂，叠加一层。你们正常的话照灯60秒啊，一定要照灯60秒。我这就是为了让大家慢慢去做，慢慢去看，或者快速学习，再去抓细节。剩下的时间哪怕咱多做一个，你们看回放都能多学一个，好不好？涂好底色，是不是有点暗？比底色有点暗，但是你们要注意，就只要颜色接近，然后配色搭配好都没有问题。王小雨老师还请人打杂呢。你要来给我找甲油胶吧。你来吧，你来。这有好多，你真来打杂的时候你就没事，你就坐那儿喝茶，需要你的时候来那个米米帮我拿一个啥，好嘞，然后拿完你继续回去喝茶吃萝卜就行，好不好？好了，照灯时间够了啊。馒头只给你吃馒头，我这人可大方了，就吃馒头，100多色。馒头想要加点馅料的，行，什么豆沙包啥的都行。来，咱继续画啊。这个底色涂好之后，大家切记，如果我们在彩绘的时候，我想，另外一支笔，我在这儿要画一个星号，在这儿写一下，好不好？如果浮胶比较大多的时候，一定记得擦掉。大家稍抬头看一眼啊，这里写的是，如果浮胶太大或者太多的，一定记得擦掉之后再进行彩绘。你像这个，如果浮胶比较多，我们点颜色影响周围的颜色虚实度，那么就可以把它擦掉了，可以擦掉。另外，这个底色照灯时间一定要够，就是不管画卡通也好，人物也好，什么也好，只要你用到彩绘胶，甲面铺的胶量比较大的时候，照灯时间啊。照灯时间，我写这个灯，但是你们知道是光疗灯，60秒加，也就是说60秒以上，好不好？只给画大饼呢，不会，你来了，你吃馒头是绝对管够的，咱这没有饼，全是硬货。饼只是主食，但是它不能作为主要的菜，是不是？就想来，没问题，来，好了，来看看底色涂好，擦掉浮胶，接下来用我们一个，你如果说有甲油胶，就用甲油胶；没有甲油胶，不是甲油胶啊。如果有对应的彩绘胶，就用彩绘胶，用甲油胶也是可以的。但是想要颜色饱满的情况下，我们用到的是彩绘胶。完蛋，沾上胶了，这个纸上。派这个咪咪同学来把这个给擦掉了。
放底下。没有叫你，我叫你现在已经被 pass 了，不需要你了。好了，我调一个颜色啊，因为在彩绘胶里面没有这个是一个偏暖调的，所以说白色的彩绘胶里面加了那么一点的黄不要加多了。然后就差不多，但是如果说黄色太多，那么有可能出来的颜色会有点鹅黄色，那就需要你适当的再加点白。所以说每次加的时候，大家一点一点的加，别一次性加太多啊，不要一次性加太多，好不好？浮胶后面大是什么字？多，那个字念多 ，more。就是浮胶比较多，你就记得擦一擦；浮胶少，那就该接着做也无妨。但是主要还是能擦一下最好，反正就这个意思，好吧？就这个意思。你俩一起来吧，然后都来吧。咱现在多少170人都来，然后我就专门租一个房间，咱就打通铺，专门睡觉。咱这么多同学一起努力，多得劲啊，多带劲！来，调好的这个胶。不要脏啊！在指甲上，你比如说咱指甲是方的，那么我就你看就留出一个方形来，然后这个嘴巴整个白色的部分带到甲面1/2，稍微1/2在这儿，1/2在这儿，1/2线往上一点点，下面留出来一块啊。也就是说，你实在不行，你就先定个位置，先定一个位。你看我用这个胶，1/2这不在这儿吗？它要比1/2再往上来一点，大概在这儿。哎呦，看不见，往上点，这样就能看见，这样就能看见啊。1/2定条线，它往上挪一点，下面呢就在这儿，是不是？旁边你随便画一个椭圆形，旁边一个椭圆形，注意对称。好了，这就画好了，定好了这个点，我们可以直接填色，你也可以用拉线笔先定框再去填色，这个看大家的习惯。也就是说你就是我们清楚一点，可以先去，因为中间全是这个色嘛，我先去定一个椭圆形。哪怕画不标准的，我先定上，然后待会儿我填色的时候再调节细节。要不大这称啊，往这边挪一下，反正中间都得填死，所以说你就可劲儿的画就好。哎，要不就画好了，填色就是往上色。上色糊了，没事，就是这个画圈我觉得都会画个椭圆形，你们都没有问题的。先定一个椭圆，不对称，感觉颜色这个位置不对的时候，可以再改啊。这个时候来拿这个直接怼颜色。其实用稀一点的胶填大面积的颜色会比较好填。比如说中间你钉好框，钉好这个框之后，我们照完灯用甲油胶去填色也是可以的。但是你颜色千万不能岔劈，一定是用的是同一个胶，不是同一个色系的胶啊。为啥我那个手过来它就虚胶的？挡住底下会好一点，我把底下先拿走。你们截好这个草莓熊一搜一大片，好，这样看清楚。打了胡椒，要是胡椒可不行。你看这个时候，这个就派上用场了，就是咱们的雏菊笔。为啥让大家准备雏菊笔？你像这个颜色铺不开。用色胶，你的色胶可能颜色不够实，会有一点透，是不是边缘发虚？这得买一套彩绘胶、甲油胶画出来的不实，有可能，对，有可能，就是每个人甲胶颜色会不一样。你像有的胶会偏实一点，有的胶就虚。像尤其白色，大家一般买几瓶常用的这种那个奶白色系列，秋冬也会必备一点。底胶还有点润一下笔。是一道愣的。好了，底胶润笔，完了再去取，底胶别太多，取颜色，取好的颜色往上去铺色就好了。你刚用色胶画熊猫不太好画，对，熊猫嘛，它那个就是
反正主要还是推荐彩绘胶，好吧？你看，我就算拿甲油胶去调色，我也会用彩绘胶去兑上一部分，让它胶片质地稠一点。大家你看大面积涂一个圆呀或者方的时候，你们可以先去把中间颜色涂上去，然后中间涂好颜色之后，这样这样藏着话，把底下字挡住，它就不往底下堆胶了，虚胶。就这样去堆涂胶啊，我往下来点，你们看，就是一层涂不好，一般来说要2层，一般来说要2层。剩下的边边角角我们就用拉线笔去调节，不要指望用质纸笔能做好啊。一层容易有刷痕，颜色不实正常，只要你刷的别太过分就可以。然后照完灯之后叠加第2层，叠加第2层。添加细节填缝，是不是颜色不实？正常，正常的很。而且这个胶我用的是偏稀一点的彩绘胶。好了，先去把这个照个灯，或者说顺带的把咱们这个眼睛部分给它画上去。看是不是刚刚让大家去练习打圈圈就用上了？那边画好，画这一边。拿一个大的点珠笔画也可以啊，画好之后调节。快画，怎么了？没必要啊，还是拉线。就是1层照灯，因为眼睛有可能一层也不实，所以我就先画上看看。如果1层实那正好，如果不实的话，待会儿就跟这个第2层一块去照灯，就省得再去分层去照。画完眼睛照，画完什么照，太费事儿了啊！现在有点虚焦，就是我在画眼睛的圆，你们知道再画这个圆就好了。OK， 把眼睛也画上，照灯。用点珠笔总会出现小气泡，是因为你点了，你戳了。我先把这个擦一下，照个灯。我告诉你是因为啥？正好有同学如果出现这个情况也注意一下啊。如果用点珠笔去点颜色的时候，大家来看，就是我们取色是慢慢去取，或者胶量稍微多一点去取。但是如果说它因为彩绘胶本身粘性比较大，如果你在填色点的时候你是这种，它就会有气泡。另外，如果你特别用力戳，它底下毕竟是一个圆，胶是会被挤走的。你用力戳，那么中间可能会留下一块空洞的地方，然后旁边的胶这么一拉丝，马上就会出现一个小气泡，好吧？所以涂的时候慢慢的来，轻轻的放上去。你要晃胶的话，也是相当于带着胶走，慢慢的晃动，晃动，晃动，给它抬走，好吧？不要有小气泡，一个是胶稀，另外就是那个速度快，速度快。好了，来填个第2层的色。这就其实跟法式边似的，画一般2层颜色上色就会比较实。还有最后一个小注意点，我把这一层画好，我给告诉大家。还有一个，同学们，还有一个，如果说你觉得彩绘胶刷容易有刷痕，你觉得很难涂，你又有这个颜色的甲油胶，又有彩绘胶，你可以先用白色，就你先不用去调色，就用本身白色甲油胶的这个颜色去打一个底色，打一个底之后，你再照完灯第2层，你用甲油胶画，它的上色度比现在要好，而且它的流品性要好，你们可以试一下啊。可以试一下，也就是说彩绘胶和甲油胶结合去使用，不仅仅说只能用彩绘，只能用甲油胶，不是，就是第1层用彩绘胶打好底，甲面平整，然后颜色是白色，因为在红色上面我们去画可能画不出来嘛，是不是？所以第2层的时候我们就用那个甲油胶，给它留平好一点，干干净净的让在边上。
就可以了。好了，这一步画好之后，再把这个倒霉熊什么时候叫倒霉熊？草莓熊它的眉毛还有第二层的眼睛用点珠笔画上，鼻子也是各种形状啊。这个大家照着图，我觉得你们就能画了，这个没什么大的难点，好吧？没有大难点，我先照一下灯。先照灯，怕出错就先照灯，怕出错先照灯，不怕出错的就能在一层上画完，就在一层上画完。棕红色，那偏紫一点点，所以得加点蓝色进去，就是3原色去调啊，调鼻子啊，什么什么什么的这个颜色。如果甲油胶有的时候上色不好，你们就尝试先用白色打个底，铺个大概形状，再去叠加就可以了。叠加甲油胶，它就不会像之前那样那么的不好画了啊。为啥我这鼻子这么不透气嘞？这个调出来了，红加蓝，红加上一点蓝，知道加了一丢丢的黄。你取胶纸是白色吗？看着是黄。你取的纸上的胶是白色吗？哪个纸上的胶是白色？哪里有白色？这一个是调好的黄色呀，这个不是白的，这肯定不是白的呀。它这个嘴巴子你要调成一个米白色，米白色它不是一个纯白啊，纯白的话就不好看了，好吧？是米白色。然后把这个后面的这个地方其实应该扁一点，怎么画？画上眉毛。眉毛的形状，然后鼻子的形状，眼睛、鼻子，每个人画完肯定都不一样，正常啊，没关系。先画，大胆画，想画成什么样就画成什么样，丑了也无妨。只要你敢下手画了，这就是我们迈出的第一步。它在镜头里面颜色会有一点点的失真。这个就是用红色跟蓝色再加一点黄，甚至说稍微加上一丢丢的黑色，这个就出来了。如果你有紫色的彩绘胶，直接就用紫色彩绘胶，加上一点点的那个黄和黑啊，反正都得调点色。画这种东西不会调色，真的就是不行不行。好，嘴巴。好，中间小眼睛，点珠笔上，月白点珠笔出现了。突然，这后来到直播间同学应该会看不太明白啊。先定个位，先看看，感觉怎么样？差不多，那就继续。如果感觉小了那么一点，那就再加啊，再加。然后我把这个鼻子还得再加大一下，
鼻子有点小，鼻子大了它就可爱，然后别的要尖尖，都要圆一点。这个眼睛眼珠的大小是不是给人的感觉这个样子就不对？所以说比例很关键，明天大家课程一定要好好跟啊，一定要好好跟课程。然后比例一旦错了，然后你画的再对，颜色调的再漂亮，它给人的效果接着就不对了，好不好？你看这个眼睛同样，这个小小的跟大眼睛区别有的，注意底下也有留白啊，不要直接全部涂死。露露老师讲的很带劲，对呀。他今天下午在哪儿讲？咱一会儿把这个弄完，你们就该画画。如果说没啥事儿，就可以去听他讲。讲课。嘿，你看我还画出他泪眼朦胧的感觉啊！再画画就成熊大熊二了。填色，一点点填，手不稳就手小拇指用力，手只要不稳，小拇指你就用点力。手要稳的话，你就一点点，注意控制笔尖，不要画超出去。本来一个挺圆的，结果一笔出去得嘞，成了一个刺儿，就很别扭了。你看眼睛大和小是不是感觉不一样？把那边填上去就可以了啊。然后别忘了一个小腮红，偏粉调的小腮红。然后剩下的你们自己去画，剩下自己画我就快画，我就快过了，就不再去说了。然后需要大家这里面任何一个图案你们都可以自己找，也可以自己去找喜欢的图。今天就做点简单的，哎，包括我再给你们看一张图啊。其实这两个大家可以2选1。其实这些图片拿电脑做，其实就做出来了，用不了3分钟。然后，但是手绘的话就得麻烦一点，大家坚持住啊！这种东西很熬人的，就跟做睫毛一样，哎，越细致的东西是越熬人的。差不多，给它点个小腮红就 OK。它这有了，底色有点暗啊，就是底色唯一不好处有点是略微有一点点的暗。腮红，这黄里面加一点点的红吧，这就是一个那个。胶太少。腮红上去，左边再上去，讲了啊，也是2个椭圆形、点圆形，画好就可以了。然后接下来给大家就再补充最后一句，就如果你们现在画板已经把它画完了，然后你需要，哎，好像我已经结束了，我应该怎么做？总不能就这么裸着了，是不是？因为不是所有的那个款式咱都要的偏油画质感，需要它的纹路，我们要的是它甲面光光滑滑的，是不是？所以说我们还有最后一步。一定注意左右对称啊，别画着画着越画越不对称。哎呀，挺可爱的。OK，好，找的也就正8点，你们画一画10分钟、8分钟、10分钟才能画完它。别浪费太多时间，给自己揪着点啊！觉得好像时间用的比较久了，不行，得揪着自己去画，好不好？最后一个小要点，我得给你们写下来，一个画星号。就是说，除了这2个以外，最后我们需要在封层前用加固胶
加固胶是可以去平滑甲面，看这样已经够白话了吧？平滑甲面，淡化笔痕。也就是说，咱找平甲面，相当于封层前的那一层，这个叫做什么后建构？后建构就是这个意思啊，不是指的这个才叫做加固胶涂就后建构，而是说我们画完的每一个图案，一定记得在它之后用加固胶薄涂一层，你用流平胶也没有问题，画好。找平之后再封层，不要让它有高有低。有的时候你现在觉得不好看，但是当咱们我用这个加固胶刷上去的时候，突然好像那个感觉就变了，好像就在一张画上一样。你刷的甲面那些不平整的地方它也没有了，所以尽量只要找平好了差不多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涂加固封层。我还给他画了个痦子在嘴边上，对吧？然后眼睛眉毛可能有点暗，看不清楚了。好了，把这个涂好照灯，最后封层就可以了，就很简单的图案。但现在大家先入门的时候，专门找这种图案去画，好不好？专门找这种图案去画。然后这个快大家看看，你们都在跟着画吗？还是看着看着都撤了？还是都撤了？给我一个小反馈，因为我再给你们看一张图，我都提前准备好了。再给大家看一张，比如像这个纯线稿，再看呀，再跟着画，对，跟着画就行。你看像这种纯线稿的在这儿，加点颜色也是先铺色再描边。描边的话，明天我会给大家去讲，咱们一边做一边讲啊。然后你像这种草莓熊系列的，你看草莓也是涂出一个这种形状来，照完灯再叠加上一个绿色的小瓣瓣，然后照完灯再去用白色彩绘胶点几个点就可以了。这就是这种草莓熊的画法。然后这旁边的也是纯颜色，看到没有？直线、弧线、月牙、直线，就是它的一个甲面构成，我们是都能看出来的。对不对？再加上其他的，随便点几笔就可以。所以说这些东西，现在再来看，大家应该觉得会好一点，是不是？试一下，我把这些图案都发给大家，都去试一下啊。看还有什么出来？我没打几张，还有一些是明天课程。来，草莓熊系列。来截个图，大家截个图，想画哪个画哪个。在指甲上长一点的可以画一个熊，上面再加点这。我教你们找一个素材比较好的办法，就是什么呢？你们去某个宝上去搜什么系列的，你就搜什么什么什么，比如说你就搜草莓熊，它很多会给你推荐一些手机壳，会推荐一些手机壳，那些手机壳上面印的这些图案，加上它背景的一些构图是很好看的，你们可以参考着临摹一下啊，临摹一下。好不好？你可以试试这个草莓熊，还有这个，再截一下图，这些都可以。喜欢哪个做哪个，这个呢就需要去勾边了啊，难度会大一点。先不要看有这种颜色勾边的，先去把主要的色块能画好，咱们再说其他，好不好？试一下啊，最后把这个封层一下，咱们这个图案结束。然后今天主要教大家就是一个涂色，还有画形状，我们基础的图案以及涂色的方法，它的顺序都教给大家，大家去慢慢回去练。今天有一个作业，就需要让你们自行的完成一副指甲，不是一副啊，是一个彩绘这种图案。如果说你就点2个点的那种的话，你就得做5个到10个，好吧？做上5个。那你要是稍微复杂点，像这种你就去做上1个，我看一下就可以。好吧，这是今天给大家布置的一个作业啊。回去不管你们现在什么时间看到，画这个草莓熊也行。除了这个草莓熊以外，你随堂跟着画的以外，再加一个啊。形似就可以。你看我画这个图案1比1还原，它的嘴巴本来是这种椭圆形，可能变得稍微宽了那么一点点。那如果你看到我的作品，你可能在这个基础上又宽了一点点，所以就越来越跑偏。大家有的时候尽量找原图去画，不要照着这个其他老师美甲作品去画，好吧？然后大家再没有截图的，快再截一下图，咱们今天课程就结束啊，就结束了。现在几点钟？2点，对，2点。简简单单，然后回去我今天下午没事了，就画这种卡通图案就行。我待会儿把这些图片发到群里面去，你们拿着看也行，好吧？都截图也行，都一样。